这银子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走啊！两人赶紧想找宋慈，宋慈则正从里面驾光而出，两人也赶紧往外跑去。三人有惊无险，总算渡过一劫。这墓室之内所灌正是水银，而宋慈察觉这个墓室合乎五脏分布，刚才的水银墓道对应的是肾通心，所以才猜测出口肯定在上方。三人来到下一间墓室，点上墓室烛火，一口棺材正在中间。三人打开棺材，老人样貌栩栩如生。宋慈直呼平生验尸无数，今天也算大开眼界。这具古尸当真是我族仙人许仲苗？容宋某一验便知。宋慈仔细查看，死者生前是高居文官三品，小腿骨质疏松，劳苦奔波，髌骨有骨刺，常行礼跪拜，是后宫服侍帝王后妃之人，但又不是宦官，而且左右双肩不平，指头纤细，指甲里面有粉末。仔细勘察粉末，居然是长白山的野人参，正是只有高级羽衣才可触碰之物。宋慈断定此人正是前朝太医许仲苗。两人赶紧动手取宝贝，宋慈试图阻止，两人也露出本来面目，掏出匕首准备灭掉宋慈。却原来有人在装神弄鬼，原来是龙牙县的捕快吕正先和仵作小婉，此来是请宋慈出山帮忙查案。宋慈刚被人骗，便不敢轻易相信两人，他让小婉说出棺材中的秘宝，便相信他是仵作。小婉察觉这身体肌肤太过完美，纵使是皇帝也不可能无半点斑痕疤痣。拿过蜡烛轻轻一探，尸体肌肤凹陷而没有损毁。小婉断定这秘宝就是这副用秘法所制的不朽皮囊。宋慈微微点头，原来这许仲苗作为太医能够被后宫嫔妃欣赏，正是因为他保持继父的本事。小婉当即跪倒，恳请宋慈出手相助。宋慈一看，自然是当仁不让，询问二人来找宋慈是为了什么案件。二人当即说出是龙牙县的当世奇案。龙王索命。在广西的龙牙县有一座龙王庙，而在庙里有一库锁龙井，井中锁着的是大禹治水之时存活至今的蛟龙。而这几年当地旱情四起，田中颗粒无收，百姓们惶惶不安，以为是龙王发怒。按照惯例，每逢天灾便要献祭龙王，而且祭品便是童男童女，将祭品投入锁龙井，祈求龙王降雨。而新科进士庄严刚刚上任龙牙县主簿，他反对这种活人献祭。同行的上衙司劝阻庄严，民俗流传已久，不便更改，但庄严却不管，要下井救人。可是锁龙井中似乎真有龙王的迹象。大人，这井下怕是真有神龙，还是别下去了吧。庄严坦言，若不调查清楚，恐怕会有更多的孩子遭难。手下捕快也情愿追随庄严下井。来到井下之时，里面却别有洞天，地面铁链之上布满血迹，却不见刚才献祭孩子的身影。庄严下井触怒了龙王，知县大人为平民愤，便将庄严押入了大牢。而一起下井的捕快自从逃上来之后，则相继离奇死亡。死亡之人经过小婉查验，身体内外都没有伤痕，只是面部、胸部和胳膊居然都长出了龙鳞，口鼻之处则有泡沫。除了没有泡水的症状，和溺死之人十分相似。捕快争先怀疑死亡之人是否真是被龙王索命而死。宋慈当然不相信这些歪门邪道，询问小婉是否带着龙鳞，二人却并没有带，甚至盘缠两人都已耗费完毕。宋慈一听，这单凭案件经过也难以查清事实真相，只能是亲自去一趟这龙牙县。小婉二人一听宋慈接下了案子，顿时高兴的不行。宋慈却让捕快争先处理好地上的两个骗子。龙牙县这里，押司老商正提着酒水进到牢狱看望庄严，而监狱之外百姓群情激愤，看来庄严还要在监狱中多待些日子。庄严却将自己安危置之度外，提醒老商一定要禁止献祭孩子的做法。老商带来了家中自酿的补血药酒，让庄严在狱中好好调养身体。
庄严当即一口饮下，却顿感不适。宋慈一行3人来到了龙牙县。宋慈一看，这里的百姓竟然是如此愚昧无知，质问这里的县令怎么也不出来管理一下。而这个县令林谦之自称岭南书画双绝，但是却胆小如鼠，十分怕事。宋慈和他倒是老相识，20年前在钦州之时，两人曾经打过交道。老头解释，大家都急着去抢人血，而这人血馒头正是一味神药。他只骂宋慈晦气，挡住了自己的路。小婉2人让宋慈去他们家休息一下。原来两人是兄妹，小婉是被吕家收养的女儿，宋慈却觉得查案要紧，当即就带着两人来到了殓尸房。宋慈一见尸体，顿时精神百倍。尸体颈部有抓伤和勒痕，指甲缝里有皮肉屑，除此之外全身并无伤口，这就排除了外伤致命。而死者身上的龙鳞则是邪毒入肺引发的皮癣，面部紫绀，眼部充血，舌部有刺，死者应该是窒息而亡。而后宋慈决定抛开尸体检验，人体五脏对应五行，五行生克，道法自然。宋慈将此剖尸之法取名问灵，说罢拿出自己的工具，点燃由药物制成的特殊熏香，以免尸体晦气入体造成侵害。第一刀名为落星，开死者胸腔，结果并未发现异常。第二刀叫做灵台，摘出死者心脏，而心脏处也并未发现异样。第三刀名为华盖，摘死者肺脏，死者肺部有积水，阻塞呼吸，这正是死者窒息的原因。小婉质疑是锁龙井底部的环境所致。宋慈当即决定下一趟锁龙井，查明事情真相。而此时知县林大人赶来，宋慈一看是老相识，当即上前打招呼。林府之内，知县大摆宴席，一桌子山珍海味款待宋慈。宋慈却有点不识抬举，直接说出了龙牙县的诸多陈规陋习，甚至居然还有人当街叫卖人血馒头。知县辩驳称，这些都是龙牙县风俗，这里有龙王教，还有龙王教法师，而人血馒头也确实有效，要饮的人血也都是罪大恶极之人。老林让宋慈不必过虑。而对于庄严一事，林大人也是言之凿凿，说庄严惹怒龙王，咎由自取。宋慈直言，一桩尸体疑点重重，他怀疑几人之死和龙王无关。而后说出了自己的查验结果，怀疑几人溺亡而死。县令则回怼，溺亡也不会有龙鳞啊。宋慈顺坡而下，自己正要彻查此案。林县令明言，既然宋慈已经被朝廷革职，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情费心了。正当两人僵住之时，林夫人从内堂走出。林夫人有病在身，长期咳嗽不止，抱怨所吃参枣鹿肉汤酸涩无比。宋慈当即提醒，鹿肉性温，并无杂味，怀疑受败之人将鹿肉换成了马肉。林知县却不想多生事端，让夫人赶紧回内堂休息。宋慈告知林知县，川贝炖雪梨也可以治疗咳嗽。看到宋慈如此行事，林知县也不好再驳他面子，让宋慈查案之时自己小心。这龙牙县民风彪悍，好自珍重。宋慈谢过林大人，带着两人来到龙牙县牢。可此时监牢之中的庄严却已经疯掉，不断跪求龙王爷饶命，而后不断击打自己的腹部、脖颈和头部，看得小婉心痛不已。宋慈提醒牢狱中捕快，案子还没有完，犯人要是死在牢中，他们几个捕快可都得受到牵连。牢中捕快赶紧去叫郎中。宋慈几人眼看庄严病重，也只能先回到家中。很快打听来消息，经过郎中治疗，庄严也终于转危为安。宋慈询问小婉为何对庄严如此上心，原来小婉从小被人视为不祥之人，只有庄严不嫌弃她，对她照顾有加。而小婉最后一次见庄严，正是前往古墓找宋慈的前一晚。小婉偷来了牢狱钥匙，准备将庄严带出去，但是庄严为人正直，拒绝了小婉，提醒小婉找宋慈来为他洗脱冤情。宋慈看出小婉喜欢庄严，他称赞小婉未来在仵作和查案的领域前途不可限量，但也提醒小婉，查案的大忌就是动感情。刚说完，宋慈胸口突然疼痛，原来是因为他接触尸体太多，湿气淤积体内不散所导致。而后宋慈就躺到椅子上仔细复盘整个案件。日落西山之时，小婉想到庄严捶打自己身体，似乎是在暗示某些线索。商曲、风池、太阳三穴位合在一起便是伤风阳，正是本县的压死老商。而锁龙井一事，老商也在现场。三人当即决定去找老商，很快便来到了老商家中。老太太隔着门让几人赶紧回去。
三人无奈，小婉装成孕妇，谎称是怀了老伤的骨肉；宋慈则装成小婉父亲，郑先则是小婉哥哥。老太太赶紧把几人接到屋中，还没说几句，小婉就肚子疼。宋慈连说是宫寒，赶紧让老亲家去准备热水和毛巾。紧接着三人便在屋内查探。张风阳，他为什么自寻短见？他们赶紧将商风阳放了下来。小婉主动上前查验尸体，尸体温度极低，已经死过一段时间，舌头伸出，颈部勒痕明显，看来是自杀。宋慈则看出，如果是自杀，死者双脚应该下垂，可现在尸体双脚呈水平状，很明显是被人杀害之后再伪装成自杀。此时老太太赶来，悲伤不已，以为是宋慈三人杀死了儿子。宋慈极力辩解，可老太太却认定是三人所为，拿着拐杖对着众人就是一通打。回到住所，宋慈判断商风阳是被人迷晕而后勒死，而且商风阳死亡时所在的房间门窗紧闭，还有蚊帐和熏香，不像正常人居住的房间。况且此时已经冬季，根本不需要蚊帐。宋慈怀疑商风阳是在防范一种蚊虫。20年前，钦州的杜黎镇发生一场瘟疫，当时镇子上就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蚊子，被它咬过的村民都接连暴毙而亡，状况很像庄严。但此病虽然发病凶猛，可只要熬过前几日，基本已经过了这个坎。宋慈猜想庄严已经相安无事，此时外面又传出锣声，族长这里正在举行祭祀，4名捕快的尸体居然自己跑到了井前。族长让众人赶紧将尸体投入到锁龙井中，向龙王爷谢罪。宋慈呵斥众人，这都是证据，坚决不能乱动。而后查看尸体，通过问灵的手段，宋慈知道凶手是用毒蚊杀人，而商风阳躲在家中，用出蚊帐和熏香，但还是被凶手灭口。村民此时已经将尸体扔了下去，族长安排手下把守好龙王庙，不要再让别人进出。回到住所，案件越来越扑朔迷离，蒙面人究竟是何来路？很明显，他与族长并不是一伙。而郑先则说县令发了榜文，明天53刻就要处斩庄严。小婉一听急得不行，宋慈呵斥小婉，查案千万不能冲动，而且龙王索命一案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宋慈要下去锁龙井和这个所谓的龙王对话。可眼看龙王庙戒备森严，2个年轻人，一个要用色，一个要用武，却没想到都被宋慈制止。龙王显灵啊，在族长家中赐福圣水啊！而后3人进到庙内，将井口的石板打开，进到井底之中，正是几具捕快尸体。宋慈将尸体抹上鬼面鹅磨制的粉末，尸体上的毒蚊伤口瞬间呈现，毒蚊叮咬之后，邪毒入侵肺部，最终令死者窒息而亡。3人继续顺着坑道向前走去。地上尸骨全部来自孩童，而且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。白灵，眼看着地下马上就要坍塌，几人赶紧往外跑。孩童尸骨呢？郑宪赶紧回去拿了几块孩童尸骨。经过一阵折腾，3人总算是爬了上来。县衙中的2名捕快因为被龙王教搞得家徒四壁，所以想来助宋慈一臂之力，正巧把3人给拉了上来。恰在此时，村民看到锁龙井被毁，直接就围了上来，困住了几人。第二天53刻一到，死囚庄严被带到刑场，族长走上前来恳请林大人准许众人用庄严的血做成人血馒头。林知县自然就坡下驴，准许了族长的建议。宋慈来到现场，原来昨夜之时，宋慈面对气势汹汹的众人，施展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，让吕正先拿出了孩童的骸骨，骨头断裂处整齐平滑，分明是生前遭到金属利器的砍剁。面对众人的不信任，宋慈又用出黄泥塑骨之法，他将鬼面鹅粉混合黄泥，然后涂于骨骼表面，最后进行蒸煮，居然恢复了孩子的面貌。众人询问害死这些孩子的幕后真凶，宋慈当即指出，幕后之人就是林知县。你怎么知道我在井底见过龙骨？20年前之时，林谦之在钦州当官，杜黎镇当时发生了瘟疫，镇民被一种特制蚊虫叮咬之后，就会邪毒入肺而亡，这种病叫做碎毒热。而龙王献祭之日，主簿庄严下井查看，
发现井下除了孩童尸骨，根本没有龙王。庄严想把真相公诸于世，可在场捕快都是林谦之帮凶，他们直接控制了庄严，而后知情人也全被林谦之灭口，伪装成龙王诅咒杀人。杀人的方法正是杜离镇的瘟疫。庄严逃过碎毒热一劫，却最终被毒酒弄疯。上雅寺识破林谦之手段，躲在家中闭门不出，最终也被老林灭掉。而老林眼看宋慈查到商风阳这里，便开始销毁证据，让人将尸体从义庄抬出，打断关节，弄出跪拜的姿势，还在井底赶制了一副假龙骨，用动物的骨架拼接成龙的形状，几乎能够以假乱真。最后老林又用埋好的火药炸塌锁龙井，想将宋慈几人杀掉。林谦之听到此处依然不慌，追问宋慈自己的动机又是什么，而宋慈则说他如此做正是为了治病的药引。古药的典籍记载，两角羊能医治不治之症，而所谓的两角羊正是献给龙王的孩童。林谦之大喊荒唐，让宋慈拿出证据。此时小婉赶到了现场，他从林府取来了药渣。当日宋慈听到林夫人说药汤酸涩难耐，看到井底孩童尸骨之时，才知道这酸涩难耐的正是人肉。此时林夫人也来到了现场，庄严也在此时发话，吃两角羊的确实是在林府，正是林谦之的夫人。原来庄严一直以来都是装疯卖傻，当日被下毒酒以后，庄严赶紧喝下尿液，才将毒酒吐了出来。他也说出了15年前的事情。15年前，林夫人有一对龙凤胎，两人在河边嬉戏，不幸溺亡。林夫人悲痛欲绝，身染怪病，眼看就要活活饿死。林谦之遍访名医都没治好，直到从一道人手上得到医药的进典，书中有一个邪方，就是用两角羊配相应的药材，可以治疗林夫人的怪病。老林为了夫人，15年间不知骗了多少童男童女。林谦之听到此处，主动揽下所有罪责，直言和自己夫人无关。乡亲们一拥而上，就要干死林知县。林夫人也拔下簪子，直接自刎而亡。这对夫妻倒是有情有义。宋慈破了此案，一战成名，老族长陶艺县令伏法，而庄严也成为新的龙牙县令，正是皆大欢喜的结局。小婉特别感谢宋慈能来龙牙县，不仅帮龙牙县破案，也让他完成一个心愿。原来在19年前，在蓬莱义庄，宋慈在一具女尸肚子里解救了一个女孩，那女孩正是今天的小婉。小婉当即认宋慈为师，而在庆功宴的酒桌之上，小婉和庄严二人一唱一和，让争先打碎了自己醋坛子。而宋慈也才知道庄严原本有个妹妹，但是已经失散多年。众人提议让小婉认庄严为兄，吕正先气个半死，要和庄严喝上一杯，却被小婉给劝开。我喝醉了，老子困了。酒过3巡，周围都已散场，庄严才迟迟回席。宋慈打趣庄严，他居然和自己一样也躲酒去了。宋慈正要拉着小婉回家，却突然有人喊吕捕快家中出事。吕正先已经身死当场，浑身几乎被烧成焦炭，现场有倾倒的烛台，地上有摔碎的酒壶，看来是喝醉酒撞到烛台所致。小婉此时已经泣不成声，宋慈上前提醒小婉，动感情是查案的大忌，让小婉查找真相，给吕捕快一个交代。小婉尽力控制情绪，展开事件。却在吕正先口鼻处发现吗啡散的味道，而老吕的肺部也并没有吸入异物，异物只停留在喉咙的位置。老吕在失火前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，而老吕从小习武，火势不可能困住他，除非他先被人偷袭迷晕，再活活烧死。小婉切开老吕腹部，拿出了其中的物品。7日之后，正是吕正先的头七，小婉祭奠自己的兄长，庄严也来到此处吊唁。庄严询问小婉查验尸体可有发现，小婉将庄严带到了后堂。小婉说出龙王所灭案的真凶并不是林谦之。林谦之如果用毒蚊杀人，那为什么和死者日日相处的家人却没有一个人感染？虽然死者都是在不同地方死亡，但真正被感染的地点是在锁龙井下面。凶手在井下放毒蚊叮咬众人，受害者体质不同，发病时间不同，由此造成多个死亡现场的错觉。而结合宋慈的推断，这个真凶必须满足3个特征：其一，精通医学药剂；其二，去过钦州，了解碎热毒；其三，和死者一起下过锁龙井。而林谦之只符合前面2点。庄严辩称自己没有去过钦州，可小婉早就察觉庄严去过钦州。
几年前，庄严在说到自己妹妹时，说了一个亲字，就马上改口。庄严赶紧否认，说小婉是在瞎猜。小婉当即拿出老吕府中之物，是一个用木块磨制的钥匙，正好能打开关押庄严的牢房。眼看着庄严还在辩白，小婉说出了案件的详情。在小婉探望庄严的那晚，庄严拒绝了小婉的请求，却用馒头拿到了钥匙的模子。而牢房之中的看守，一个贪酒一个好色，这给了庄严出入杀人的机会。而庄严杀老吕，是因为吕正先早就知道庄严是杀人凶手。庆功宴时，老吕无意拍到庄严肩膀，让他想起在龙王庙被自己刺伤的蒙面人。他拿出木质钥匙进行对比，知道庄严就是凶手。庄严也赶紧行动，以醉酒离席之名来到老吕家中，将其杀死。如果证据在你身上的话，那你就没法抵赖。而此时宋慈也走了进来，让庄严脱掉衣服，当场要查看他的左肩。没想到庄严二话不说，直接掀开左肩，却并没有伤口。宋慈走上前去轻轻一接，庄严到此才说出真相。他原本是大户人家孩子，但父母被判罪双亡，庄严和妹妹流落到了钦州。在此他们遇到了林千之这个禽兽，妹妹被林千之直接制药。庄严逃出以后，仇恨刻骨铭心，他寒窗苦读来到龙牙县，潜伏到了林千之身边。他利用小婉对自己的情谊，让宋慈来到龙牙县，最终将林千之灭掉。宋慈让庄严回到公堂自首，庄严假装同意，却突然挟持小婉。小婉一口咬下，两目快提刀向前，